这个是挪亚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。然后6章5节说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他想的都是恶的事情呢，想的都是犯罪的事情呢。那我们就来看啊，挪亚的日子的第3个现象，为什么终日所想的都是恶的事情？他为什么不能够想一点善良？因为这第3个现象是非常重要的现象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超人类会成为主流，这是挪亚的日子的第3个现象。超人类成为社会的主人。为什么我这样子评估呢？那在创世纪我们来看呢，创世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？他说那个时候有伟人在地上，后来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，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那这边讲的关键字，伟人、神的儿子们、人的女子们，是不是有这3种人？那这3种人是怎么来的呢？那这边的神的儿子们和女子们，这边神的儿子们指的不是耶和华神的儿子，就像圣经说亚当是神的儿子，说以色列是神的儿子，说信耶稣的人是神的儿子。这边神的儿子们不是这个意思，这边所说的神的儿子们指的是灵界的生物，这些的神指的是神明，是一个灵界的一个生物。这些灵界的生物，他们跟神所创造的女人结合，利用神造的子宫怀孕，因为灵界的生物没有子宫嘛，它是灵界的，它需要有一个肉体来被它使用，所以他就找上帝所创造的女人能够生下一代的这一种的身体，然后利用上帝造的女人的子宫来怀孕，于是乎他就能够生出了巨型的后裔。这个后裔就是伟人，不是伟大的人，是有人的肉体的形象，但是他是在灵界里面孔武有力的巨人。这个孔武有力的巨人呢，我们会想哦，鼻孔有气息的不都是在那个挪亚洪水的时候不是都淹没了吗？创世纪7章22节说，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呀。所以这些巨人他是肉体呀，他不是都死吗？都淹死了吗？但是因为这些巨人他们同时是灵界的生物，他们里面有灵界的 DNA， 所以纵使他的肉身被淹死了，但是他的灵力却仍然存在。就好像今天我们人死掉，我们的肉体死了，但是我们的灵魂仍然存在，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这些巨人的后裔，即便经过了洪水的毁灭，他们仍然是存留在地上。就是洪水过后，这些灵界生物，他们仍然可以去找女子们交合生子。所以至少在摩西时代，一直到大卫的时候，迦南地仍然有巨人的记录。那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呢？在以色列人探迦南的时候，在民数记13章这边说，那些探子说，我们看见啊，你们有亚纳族人，就是巨人，他们啊，就是巨人的后代，站在他们的面前，我们就像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所以你抬头看一个很魁梧的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自己渺小。当以色列人他们看见亚纳族人这些巨人的后裔的时候，你看他们知道哦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他们完全知道这边是巨人所生下来的巨人，也就是这个是巨人的城市，一个居住的地方。那他们是在哪里看见巨人的呢？这边民数记这边说哦，他们从南地上去，到了希伯伦，
在那里有亚衲族人。那希伯伦在哪？在约旦河西靠近非利士地。那这里的巨人呢，是一直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，他们就开始研究分地。那时候迦勒呢，希伯伦是他曾经做探子的时候去探了那地，然后告诉百姓说：你们不要惧怕那地的人，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足能够取得那地。所以神就把希伯伦赐给了迦勒，那迦勒就得到了这个地的领兵的一个权利了。以后他就去了希伯伦，赶出了那个地方的3个族长。所以一直到迦勒的时候，这个地方的巨人才被除灭的。那这边说的赶出亚衲族的3个族长。那另外呢，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，神跟他们说：你们不要扰害摩押人，不要跟他们征战，因为呢，这个地方啊，我已经把它赐给罗德的子孙了。那雅尔在哪里呢？申命记2章10到11节，这个雅尔就是在摩押地。他怎么形容这个地方呢？他说先前啊，是以米人住在这里，他们人数非常众多，身体高大，像亚衲人一样。以米人像亚衲人也算为利乏音人。所以这边有讲到说，雅尔就是摩押地，这个地方之前住的是以米人，这个以米人就像亚衲人一样，也就是摩押地之前住的是什么人？巨人，对不对？再来呢，他们以色列要走到亚门人的地，到了亚门人的地呢，这边又说那民众多，身体高大，像亚衲人一样。但耶和华从亚门人面前赶出他们，亚门人就得了他们的地，接着居住。所以这边有告诉我们说，他们要到亚门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是什么人呢？一样也是亚衲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告诉我们说，约旦河刚刚讲的约旦河西，现在讲的是约旦河东，这都是谁住的？巨人住的。这是什么年代？以色列人进迦南的年代。那这个地上还有王，申命记3章1节，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要去得巴山地的时候，他们这个地方的巴山王，他的床是铁的，长9肘，宽4肘，都是以人的肘去量出来的。那这边讲到他的床是9肘，也就是说这个巴山王多高？400公分，就是4米的意思。那以色列人呢，就去跟这个亚门人作战。那这个巴山王噩，他就被打败了。那他们打败的时候，那个巴山王才死哦。请问你巴山王不生孩子吗？他是巨人，他不生孩子吗？他照样生啊。那请问他生出来的孩子有多高？还是个巨人啊？请问巨人除灭了吗？还是没有除灭。只是说现在圣经记载说这些巨人除灭，可是没有说他断根了，是不是？这一些的巨人就绝迹了吗？当他们进迦南的时候，不错，他们是打了很多巨人，但是一直到大卫，请问最有名的战争，大卫打的最有名的战争是跟谁呀？是不是跟歌利亚最有名的巨人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一个他是加特人，他的身高是6肘。加特又是在哪里呢？加特是在非利士地嘛，所以这个巨人他是从非利士地的加特来挑战以色列人，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敢出去应战，只有一个小小的牧童拿了一个石块，用甩石机一甩出去，把他给打中了。那非利士的巨人就这样消灭了吗？也没有啊。当大卫做王的时候，撒母耳记下21章说，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，有一个伟人的儿子要杀大卫，但是大卫的臣宰就把这个伟人给杀了。后来呢，以色列人又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，这个人呢，
他也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。伟人的一个儿子，那请问伟人有几个儿子？你还真是不知道。然后撒母耳记下19章，你看他又杀了加特人歌利亚，这个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种。然后20节，他又打了一个身量高大的人，这个人的手脚都是6个手指头，一共有24个手指头，他也是伟人的儿子。22节说，这4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，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。所以代表什么？有很多，是不是？如果大卫的立国之初都不断的和巨人交战，如果从西元2518年挪亚出方舟，一直到大卫做王西元1000年，这中间有1500年的时间，这些的巨人都一样存在在这个世界上，那就代表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的这种事情，它不会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断根，因为它是灵界的产物，它没有必要断根。那所以，什么叫做挪亚的日子？挪亚的日子是除了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以外，还有一种现象，就是神所造的人会跟灵界的生物交合。当然，今天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网络，你都可以查到很多属于生物人。你有兴趣，你就往那个 YouTube 去看。我们自己求神来教导我们如何去分辨真假。